观世音菩萨在上，若您在天有灵，帮帮我们吧。念片下心，我愿赐你一双观音神眼，可以看穿古今未来。什么？神眼？再不交房租，我可要叫人把你们赶出我家了。房东大姐，再宽限几天吧，等我妈病好点，我会想办法把1万块房租补上的。你说你穷就算了，还带着个生了病的妈，1周之内交不上房租，你们娘俩全都卷铺盖走人。失业也就算了，妈妈还突然得了高血压，这可怎么办？女儿，是妈拖累你了。妈，你说啥呢？我再多打几份工，都会好起来的。要是神佛能显灵就好了。观世音菩萨在上，若您在天有灵，帮帮我们吧。念片下心，我愿赐你一双观音神眼，可以看穿古今未来。什么？神眼？菩萨显灵了。妍妍，你在自言自语说什么？妈去给你倒杯水啊。这观音神眼有什么用？难道能透视？废纸壳4毛钱一斤，半小时后6毛钱一斤。我的眼睛竟然能看到这东西未来的价格了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纸壳会突然涨价，但如果半小时后这纸壳真涨价到6毛钱，那证明我的神眼就是真的，我真的能看到物品未来价格。啊，女儿，妈，我们可能要发财了啊！半小时过去了，不知道我的神眼是否真的能看到未来的信息。半小时过去了，不知道我的神眼是否真的能看到未来的信息。大爷，收废品吗？姑娘，你运气不错呀！处理厂前脚刚跟我说要急收废纸壳，你就来了，足足涨了2毛钱的。来，大爷给你称称。好。这些废纸壳真的涨价了，我的神眼是真的。来，姑娘，你家日子难过，我给你添了点，去买点肉，也能沾沾荤腥。来，谢谢大爷。好嘞。有这神眼在手，还怕日子不好过吗？今天猪肉11块钱一斤，明天居然就涨到30块了。要不是我的神眼能看到未来物品价格，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我们这儿不就是城西，而且还是没有猪瘟的郊外，到时候其他城区都得来我们这儿买猪肉，那这猪肉涨价肯定没跑。如果我能提前囤货，那岂不是发了？哎呦，这不是村里的穷丫头吗？来买肉啊！先说好啊，低于半斤我可不卖。我要6000块钱的，你有吗？多少？6000块。先说好啊，概不赊账啊。先付你3000定金，等肉齐了再给你剩下的。这丫头片子傻了吧？囤这么多肉不怕臭了？算了，有钱不赚王八蛋。成，我现在就把肉拉去你家。剩下的3000转你了。钱货两清，我可不退啊。妍妍，你买这么多肉干什么？妈，我就等着这批肉让咱们大赚一笔呢。女儿，你怎么知道今天猪肉要涨价啊？这价格你想定多少？是时候了。30一斤，这能卖出去吗？这可比之前贵了差不多3倍呢。30一斤，你抢钱呢？城东闹猪瘟，您听说了吧？现在全城呀，就咱们城西的肉最安全，这已经算便宜的了。哎呀，对，我侄子刚打电话说了，
超市的肉都已经抢空了，给我来5斤。我要3斤，给我要3斤，我来这么5斤，这么多人，我要，别急，给我来3斤，给我来3斤。真被你说中了。我也要3斤，太好了，我们有钱交房租了。哎呀，别抢！先给我，先给我，别抢！再来5斤，再来5斤。我的3斤，我的3斤。哎，老板，我的。妈，这一个上午就赚了17000，房租够了不说，还能给妈你买药。死丫头，你是不是早知道猪肉要涨价？我按约定买肉付钱，你也是自愿买我的猪肉，不是你自己说的不退货吗？我不管，要不是你提前把我的库存给买空了，导致我今天都不够卖的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挣钱。哼，你想就这么走，没门！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别激动啊。他这和田玉牌明天居然会涨到5万块，这不比我卖肉赚的多了？肉是我正经买的，就算报警也是我占理。但是你确实是吃了亏。这样吧，我赚的钱分你2000，怎么样？就当补偿。真的呀？不过你得用那个玉牌来换。是，就这破玩意儿也不值钱，是我爹地里挖出来的，带着玩而已，换就换。先转钱。算你懂事啊。女儿，这玉牌是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你可不像是会这么妥协的人。还是妈了解我，这个可比那猪肉值钱多了。什么？我记得附近有一家古玩店，我们明天去古玩店逛逛吧。哟，这不是欠我姐家房租的穷丫头吗？穷的房租都交不起了，还有闲心来这儿逛古玩店？咋，想来这儿卖破烂抵债呀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不劳你费心了，房租我们会按时交，1万块房租今晚就给你们。哎呀，今晚？你抢银行啊？不会想卖这破牌子吧？这玩意儿能值1万？真是笑死人了！这是品相上好的和田玉，姑娘，你这玉卖吗？我出5万收购。你说这值5万？那当然，我还从没看走眼过。姑娘，这玉牌你卖不卖？我可以现结。当然卖。行，那我扫您。这位姑娘，你这眼力见，适合去捡漏啊，肯定能发大财。这老板说的对啊，有这双神眼，我可以倒卖古玩了。女儿，咱来古董街干什么呀？你女儿我可是鉴宝大师。切，这小年纪，口气倒不小。那你看看我这摊子上有什么宝贝没有？这些东西要么价格没有波动，要么波动不大。看来这个摊位是没什么好东西了。老板，您这些东西……老板啊，您收不收这个？这祖上传下来的，我急用钱呢。这釉色，这器型，市面上多的是，不值钱。半小时后，这瓷瓶就1万变20万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啊！哎呦，老板，您行好，收了吧。我老伴住院，等着手术呢，我就指望着这个能换点救命钱。哎，去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大叔，这花瓶1万块钱，您卖不卖？大叔，这花瓶1万块钱，您卖不卖？卖，当然卖。哎，亏我还当你有点眼力。这花瓶批发市场一堆，你花1万块买，小姑娘，钱多烧得慌啊！我女儿乐意，她眼力最好，她说值，那就肯定值。切，值什么呀？这么个玩意儿，肯定要砸手里喽。这位姑娘，这个花瓶能给我看看吗？这不是我们村的慕言吗？快给钱总看一下。当然可以。这是谁啊？排场这么大，又是村长领路，还带着保镖。他你都不认识啊？咱城西首富钱老板，城西最大的珠宝古玩店就是他的。这种大人物怎么去村来这儿了？是下来考察的？难道真有什么宝贝？看来这位钱总要找的宝贝，8成就是这个花瓶了。这可是康熙年间的青花莲纹瓶，釉水肥润，画工流畅，
还保存得这么好。姑娘，实不相瞒，今天上午啊，古玩圈传出消息，康熙官窑全套的花瓶100件，丢失的最后一件就在这个市场。这花瓶这么金贵呢？我出20万买下这只花瓶，姑娘可愿意？多少？20万！这1万块买的，转头就能买20万。什么？这姑娘可是赚大了。这姑娘年纪不大，眼力真神了。既然钱总识货，那这花瓶就归您了。你们村出了个能人啊！这张卡里有20万。这张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需要，随时都可以找我。那就谢谢钱总了。不错啊，木丫头。真不愧是我女儿。慕言，快回家看看吧，你大伯一家找上门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，爷爷？大伯他们来了。你大伯一家不是在外做生意呢吗？怎么来找你来了？你们先回去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慕言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个死丫头，出来！哟，这是挣了大钱了，买这么多东西，有想过我们这些做亲戚的吗？亏得我们帮你们看了这么多年的老宅。那老宅是你们当年欺负我们母女硬抢去的，不然我们好端端的房子不住，跑这儿来租房子吗？那我不管，我们看护老宅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们卖玉牌的钱必须分我们一半。就是，那肯定是你们那个死鬼爷爷留下的老物件，也有我们大房一份。他们怎么会知道玉牌的事？在场的人可就只有我们和……搞了半天是他在背后搞鬼。大伯、大伯母，咱们进去说吧。那玉牌不是爷爷留下的，是我收古董收来的。你们闹也没用。怎么可能不是？怎么不可能？当初爷爷去世，你们大方欺负我爸走的早，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分走了，就给我们娘俩留下了几个锅碗瓢盆。现在看我们有点钱了，倒想着上门来要东西了。你们强占的宅基地，我还没问你们要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够了！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吵吵。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吵吵。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当年分家那件事儿，谁心里还没杆秤？本身就是你们做的不地道，人家慕言娘俩不愿跟你们计较，你们倒好，上门来闹事，丢不丢人？村长，您给评评理，这是当年村里批宅基地时的规划图，这白纸黑字划分好的，本来就有我们家一份。15万的宅基地，1周后就涨了125万，属于我们的那份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我们可是在外面做生意呢，谁稀罕那破宅基地呀？哼，那破烂宅子，谁爱要谁要。就是，既然不稀罕，那今天正好村长也在，就把属于我们家的那份宅基地还给我。爷爷，还就还，可以。不过你们得把我们的宅基地也买回去，一口价2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20万？那老房子都快塌了，地也不大，哪是这个数？爷爷，20万也太多了，要不再等等？等不了了吗？你信我。他们主动放弃，正好125万的补偿，20万买下，可太值了。好，好，这20万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今天也请村长做个见证，以后这宅基地跟你们大房没有任何瓜葛。没瓜葛就没瓜葛，谁稀罕？我们走。唉，既然你们都同意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也走了。你们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找我啊。就是你故意把我赚了钱的消息告诉大伯一家的吧？小心遭报应。报应？
怎么可能？什么？我6万的戒指跌到剩600了？你说的抱怨是真的啊？那个丫头片子真是蠢，这破地皮20万说给就给。就是，那老宅子都塌了，值不了这个价。咱拿着钱继续做生意，比守着那块破地强多了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写啥呢？这么多钱，拆迁了啊！让！哎呀，急什么急啊？村长听啥呢？这么高兴？拆迁办的通告下来了，咱穆家村这一片全在规划区内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这还有假？你看通告，经评估，穆家村宅基地按户补偿，每户125万。啊！125万！125万！125万！天哪，这么多！女儿，咱这下真发了。什么？125万？这钱你得分我们一份，宅基地也有我们的。大伯母，1周前可是你们亲口说的，20万买断，暂无瓜葛。现在的拆迁款跟你们没有1毛钱关系。通知既然下来了，你们谁都别想生事。当初可是我亲眼看着你们拿钱的。什么？我们走。妈，咱们现在手头活钱不多，我下午打算去村里收一批老物件，卖给当初收了咱们清华瓷瓶的钱老板。妈听你的。收老物件了，上了年头的家具、摆件、瓷器，只要年头够，高价回收。慕言丫头，这些是我们家放了好些年的破烂，你看看能不能收？周婶，我收了。真收啊？那这价钱？给您1000行吗？行，这比我想象的多了不少呢。1000块，就是这堆破烂，这拆迁款还没到手就开始败家了。慕言，这家早晚让你败光。你管得着吗？有本事你也去收啊！切，这做亲戚的真是嫌你穷怕你富。妈，别理他们，咱们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我现在就去联系钱老板，下午就把这个卖了。好。说的跟真的似的，难道这破炉子还真能卖钱？钱老板，真没想到这家古玩店也是在您名下的。这个是我刚刚淘来的香炉，两位看看吧。瞧瞧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可是清中期的黄梨花木香炉，油性好，纹理清晰，包浆也自然。最近价格正贵呢，怎么着也值8、9万。东家，您看。穆小姐怎么会挑出来这么好的宝贝？我其实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运气吧。穆小姐过谦了。既然这家店也是钱老板的，反正村子就在附近，倒是可以试试长期合作。钱老板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在村里收老物件，收来的东西都拿到您这儿出售，您看咱们能不能长期合作？当然可以啊，穆姑娘的眼力我信得过。这张卡里有30万，多出来的钱全当是我的诚意，以后收的好东西，价格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那就谢谢钱老板了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30万，这收古董破烂竟然能挣这么多钱，这随随便便就抵得上我家做生意1年的钱了。这种便宜不能只让慕言这死丫头占了去，我也要收。女儿，这一下就赚了30万，你这倒卖古董还真赚钱。慕言，我家有些老物件，你给瞧瞧。听说之前来你这儿卖的给了1000，都一个村的，我这应该也不低于1000吧？哎，叫他瞧什么瞧？我们这也收，高价回收老物件，高价高价！大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这种挣钱的好事，你们母女俩居然瞒得密不透风，亏我们还是亲戚。就是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，我们也收古董。既然2家都收，那谁价高，我这些东西就卖给谁。这里面没有古董，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破烂儿。1000，我们出1000。 1000买这些东西会不会太高了？你懂什么？这些都是古董，
那死丫头转手就卖了30万。既然你们这么想要，就让给你们了。做生意抢不过我们，这些宝贝等我卖了，看你们怎么嚣张。走。女儿，他们要是真赚了钱，会不会再来欺负我们呀？放心吧，等明天到了古玩店，不就见真章了？木姑娘今天又带来什么好东西啊？木姑娘，这2位是？我们是慕言他大伯大伯母，我们也是来卖古董的。你看，我们比他们多。这钱老板，我跟他们不熟，你按规矩看货给价就行，不用看我的面子。那好，先看我们的。既是穆小姐亲戚，说不定也有好东西。东家，这些只是些年头久、落了灰的老物件，并非古董，不值什么钱。怎么可能啊！我这是实打实花钱收来的，花了我1、2万呢。我早都说了，不是什么玩意儿都能叫古董的。如果我们的不是，那你那些不也是破烂吗？你之前从这儿拿走的钱，那就是诈骗。老板，打电话报警，我要看着这个臭女人进监狱。如果你们再口不择言，我就让你们滚出去了。穆小姐之前卖的黄梨花木香炉，我和东家都仔细鉴定过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穆小姐的眼力，我们信得过。你们肯定是联合起来骗我们，明明我们是一起在村里收的破烂，凭什么他的就值钱？反正都是要验货的。既然我大伯母不信，那钱老板，你亲自验给他看吧。这成泥砚工艺细腻，是明代的物件。这竟是上等的天然黑曜石原石。哎呀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这是清代名家的山水小画，收藏价值最少50万呢。东家，穆小姐这批货总价值至少200万呢，也只有穆小姐才能在这村里乡上收到这么多宝贝。不可能，就这张破纸，怎么可能值50万？你们骗鬼呢？值不值钱可不是你一张嘴说了算的。我还要卖东西，就不送你了。大伯母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用你那堆破烂去还你2万块钱的本钱吧。卖，我让你卖！你，我看你怎么卖！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！你撕毁的是古董，妈，报警！喂，派出所吗？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谁报的警？我报的。警察同志，他们撕毁了我女儿价值几10万的画。带走。以后没了他们使坏，咱们可算是清静了。妈，别理他们，咱们的钱还没收回来，等咱们把钱还有拆迁款都收回来，咱们就去城里过好日子。钱老板，您看啊，除了那幅画，剩下的钱在这里了。穆姑娘打算之后在城里如何安置？钱老板既然这么说，那是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在城里啊，有一套闲置的公寓，环境还不错。如果你们不嫌弃，可以暂住。我看中穆小姐的眼力，等你们安顿好，我还想请穆小姐帮忙跟我一起去看一批新到的珠宝。钱总出手大方，帮他鉴宝，既能赚钱，又能巩固人脉，一举两得。钱总太客气了。合作愉快。哎，这里就是钱总说的公寓，真大，真漂亮。没想到我们在城里有了这么好的落脚地。是啊，妈，谁能想到咱们1个月前还在为房租发愁呢？妈，这是之前卖古董剩下的钱，你拿着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千万别省。你要记住，现在咱们好日子是咱们应得的。哎呀，妈不要，你留着做生意用。哎呀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你闺女本事大着呢，还怕赚不到钱吗？喂，穆小姐，今天下午3点是去天耀国际看那批珠宝的时间，车已经在楼下了，您准备的如何？好，钱总，我现在就来。去吧，小心点啊。好，慢点啊。
我听说钱总带来的人年纪还没我大呢，指定啊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，说不定呀就是他的小情人。孙总，你就放心吧，这单6000万的生意指定是我们的。穆小姐，今天对面来了不少老油条，以次充好的手段很多，您可一定擦亮眼睛，看好那批货，无论成否，事后我都会送上200万的谢礼。钱总放心，交给我就好。这边请。孙总，这位是穆言穆小姐，今天的货啊，就由她来把关。穆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！穆小姐，我们天耀国际的珠宝品质绝对顶尖的，这款是我们新品钻石手链，顶级的切割工艺呢。顶尖工艺，1等1的假货吧？我怎么看这链子就值个100-200块呢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钱总，你带来的人什么意思？平白污蔑我们天耀国际的名声，你可得给个说法。这条手链上镶的是锆石，根本就不是钻石。江助理，我说错了吗？可否借我看一眼？真钻石的火彩和质感，绝非如此。这确实是锆石。那6000万订单的货，不会也是这种吧？误会，纯属误会。你是不是今天出门太急，地摊上买的东西带回来了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钱总，穆小姐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太糊涂了。这条手链不是我们公司的产品。钱总，您看咱们天耀国际跟您合作这么多年，总不能因为一个小助理戴错了首饰，就让这6000万的订单打水漂吧？要是传出去，也显得太儿戏了，不是？既然是个误会，那就带我们去看看证物吧。还不快去准备？好。二位请。钱总，穆小姐，请看吧，这些都是高克拉钻石首饰，这切工净的都是顶级的，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嘛，最能彰显贵气，多少富太太都抢着要。穆小姐，您再看看。不是跌价，简直是崩盘啊！这跌幅也太恐怖了。这有何不妥？钱老板，这批生意恐怕不能谈。不能谈？穆小姐，刚才是我的个人失误，可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钻石，您不至于这么针对我们天耀国际吧？针对，跟钻石真假无关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不出半个月，钻石市场即将面临崩盘，价格会暴跌100倍、1000倍。现在花6000万囤下这批货，无异于自寻死路。什么？你这小丫头片子信口开河！我孙龙干钻石生意30年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种疯话。现在钻石行情一片大好，跌价10年都不可能。那不如咱们打个赌。赌就赌，老子还能怕你不成？你说赌什么？就赌半个月之后钻石是否会暴跌。彩头呢？500万对于孙老板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吧？好，就赌500万。如果我输了，500万双手奉上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钱总，这笔6000万的订单可就得按原价签了，没问题吧？可以。若是半个月后钻石价格未跌，这些货我钱家照单全收。好，痛快，那就一言为定。钱老板，您就这么把宝全押上了？做生意最不怕的就是花钱，而且钱花出去，货却砸在手里。穆小姐的这个赌约可真是帮我排了大雷啊！而且你不是信口雌黄，我前夫信你。钱总，咱们静候半个月就好，到时候有人就该着急上火了。孙总，今天是您和穆言那个丫头赌约的最后一天，我让人盯着呢。钻石的价格呀，稳如泰山，一点没跌。那个丫头呀，果然是一个只会吹牛的草包。哼，一个乡下丫头懂什么钻石？等过了今天，前夫那6000万的订单就是咱们的囊中之物。到时候啊，我给你买最贵的包包。不好了，孙总，刚传了国际消息，非洲探明了新银钻矿，
储量惊人，国际钻石股市崩盘，价格对半砍，现在还在往下掉啊！什么？跌了，真的跌了！穆小姐，你真是神机妙算呐！还好当时听了你的，没有签那合同，6000万啊！这要是买了，岂不是亏得血本无归啊？钱总过奖了，我只是运气比较好。这哪里是运气能解释的？穆小姐，你是我钱某的贵人，这是当时承诺的酬金，我双倍奉上。这400万，请穆小姐一定收下。钱总，既然半月之期已到，我也该去收之前的赌金了。说的是，也总算能让那姓孙的栽个跟头。走，我陪穆小姐一起去。钱总、穆小姐，两位请坐。坐就不必了。孙老板，半月赌约我赢了，那500万现在该给我了吧？穆小姐，现在钻石市场下跌，我手里资金一时周转不开。不过，我可以用别的东西抵债，绝对是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缅国进口的上等原石。这我倒是有点了解，国内这叫赌石，运气好的话，开出一块极品，一颗就价值上百万。赌石？我的神眼不正好能看穿原石未来的价格吗？这赌石对我来说不是轻轻松松。看，这是我当初花600万收来的好料子，我欠您的500万就用这些抵了，你还能多赚100万呢。就是，这些原石说不定就能开出1000万的帝王绿呢，您可是占了大便宜。穆小姐，那些人可都是老油条，您还是小心点为好。价格波动这么小，甚至很多压根就不值钱，想拿这种东西糊弄我？你这些料子都是1等1的烂，就这你还敢说值600万？你是自己当了傻子，还要拿我当垫背的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是我花了600万真金白银买来的，交易记录都还在呢。不信，就这几块，现在当场切开，让你看看是不是你口中的好料子。切就切，我就不信你每次都能说对。哼！孙总，这是废料。废料就废料，还有这几块呢，快点！难道又被他说中了？孙老板，这种料子别说500-600万了，就是10万买来都是亏的。就算你再亏钱，也不至于500万都拿不出来吧？你现在居然为了免债，拿这种东西糊弄我！穆小姐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别再耍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了。穆小姐，岂是你能蒙骗的？就你这副嘴脸，传出去真够难看。这里是500万，我们两清了。早这样不就行了？何必浪费大家时间？钱总，我们走吧。钱老板，虽然这个孙老板不怎么诚信，不过赌石还挺有意思的。您知道这附近可有赌石的地方？有是有，叫翠石坊，不过不是我名下的产业，我只负责在那边收购玉石。我有神眼，又有钱总这么个销售渠道，去赌石岂不是跟捡钱没两样？穆小姐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走。孙总，他们好像要去翠玉坊赌石。翠玉坊，那儿的二老板可是我堂哥。哼，有了，慕言，你等着瞧，吞了我的，迟早让你吐出来。穆小姐，这边从左到右是按照品相和价位分的区域，越靠中间的就越贵，最那边的一堆啊是公认的废料，基本不出货。嘿呀，钱老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今天是又想收购？我今天是带这位穆小姐过来看看石头，这位就是翠石坊的老板。穆小姐，幸会。齐老板好。钱总是我们这的老主顾了，既然您是钱总的朋友，初次见面，我送您一块石头当见面礼。这边是高端区，您随便选。这里虽然出货，不过涨幅很小，没什么意思。80万，齐老板，我要它了。哟，钱老板，您现在怎么什么人都往这儿带？
我们起个好心送块石头，可这位大小姐倒好，专从废料区里捡破烂，这不是存心不给我们起个脸吗？穆姑娘，那位就是翠石坊的二把手孙天，听说跟卖钻石的那位孙龙老板有点亲戚关系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一上来就夹枪带棒。齐老板，我绝无此意，我只是看这块石头比较顺眼，觉得里面可能会有好东西。好东西，也就是破烂，会把破烂当宝贝。怎么跟客人说话呢？对不住啊，穆小姐，既然这块石头和您的眼缘，那就是他的缘分。去，把这块石头给穆小姐解了。废料还费那功夫，直接丢垃圾桶得了。既然孙老板这么笃定这是废料，那我们打个赌如何？赌什么？如果这里面真有料，开出东西，那我也不劳烦钱老板收购了。那你直接按照市场价10倍把它收了。可要是没有呢？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我堂弟孙龙那500万还回去，而且当众磕头道歉。穆小姐，一言为定。爽快！那这块破石头我可要解了。我堂弟说过，这个女人有点邪性，看东西准，不能真解这块儿。趁人不注意，我来招偷梁换柱。反正废料区的石头都长得差不多。这块废料我早就看过了，屁都没有。待会儿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各位看好了，我现在就给这位穆大小姐来开开这块宝贝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孙老板，你这手脚不太干净。不是什么，这就是你刚才挑选的那块石头，都一个样。这个才是我选的石头。你这手偷梁换柱玩得挺溜啊。长得挺像，但仔细看纹路好像有点不一样。解石讲究的是公平公正，你竟敢调包客人的石头！就是翠石坊手脚不干净的消息传出去，谁还敢来？这怎么回事？七哥，反正都是废料区域的废料，应该没什么大事吧？应该没什么大事吧？这怎么就不是大事了？赌石拼的是眼力，更是诚信。你这调包原石，你已经违背了原则。就是有谁还敢来啊？谁还敢来啊？穆小姐，对不住，是我管教不严。从今天起，你被开除了，翠石坊永不录用。各位，今日之事是我齐名师察，为表歉意，全场原石今日一律8折。我被开除了。不对，只要这块石头是废料，就还有挽救的机会。哼，开除就开除，但这赌约还得继续。有本事解这块，他要是还是废料，我堂弟的钱你照样得还。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齐老板，麻烦您亲自开一下。好。出绿了，出绿了，帝王绿！穆小姐，您这眼力真是绝了！我的天，废料里真开出宝贝来了！这橙子怎么也得几十万吧？恭喜啊，穆小姐，这块翡翠啊，肉质细腻，完整取料后至少80万。80万？怎么可能？这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做了手脚。齐老板亲自解释，众人亲眼见证，你敢说是假的？你是想说齐老板也跟我一起做了手脚？可你这被开除的前员工，混账东西！看在你在翠石坊干了10年的份上，我不追究你出言不逊。但是现场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你跟穆小姐的赌约是不是该履行了？我一时哪来800万现金？怎么，孙老板这是打算耍赖？那也好办，明天船里就船开了。孙家人做生意手脚不干净，输了赌约还当老赖，不知道孙家的生意还能不能做起来？我给。那你800万买的翡翠拿好了，小心别摔了，不然可就真成废料了。穆小姐，这下孙家可真是大出血了。孙龙做的是钻石珠宝，现在钻石崩盘，他那个堂弟又花800万买了一个80万的翡翠，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！穆小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不知您还有没有兴致再玩几手？今日全场8折，您随意看。也好。
1000多万，这块比刚才那块小多了，价格却高这么多，看来里头有更不得了的宝贝。齐老板，麻烦拿这块看看。穆小姐，我这高档区你是次次不光顾啊，看来以后我这中等区和废料区也要热闹起来了。哎，穆小姐，这回您怕是要失望了。怎么了？是出红了，红翡成色也不错，可是您看这里有杂质，影响了整体纯度，这价钱怕是不会太高了。什么杂质？不可能，神眼明明显示它会涨到1000多万，难道神眼出错了？还是说齐老板在诓我？确实是红翡，底子干净，红色也正。若是没有这处杂质，少说也值60万。可现在这杂质像是金属矿物浸入，虽然颜色特别，但终究是瑕疵。钱老板没理由骗我，可是怎么会呢？明明看到会涨价的。你小子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是这半桶水的眼力？师傅，您老怎么来了？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长风李先生，国内鼎鼎有名的鉴宝大师，也是我授业恩师。李老先生好。先别客套，老小子，你把这百年难遇的金丝红翡当成杂质，以后出去可别说是我李长风的徒弟。什么金丝红翡？师傅，您是说这里面不是杂质，是天然形成的金丝？李老，您确定？我干了珠宝行业30年，也没见过金丝红翡呢。千真万确，这金丝与红翡交融共生，浑然天成。我在门口的时候就觉得你说的不对，什么瑕疵？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！金丝红翡，原来如此，我的神眼果然没错。老夫鉴宝几十年，也是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品相的金丝红翡了。没曾想今天托这位小姐的福，又得一见呐。李老先生过奖了，我只是运气好，觉得这块石头顺眼。师傅骂的对，是我学艺不精，差点让这明珠蒙尘。穆小姐，对不住，方才是我看走眼了。齐老板客气了。那李老先生，钱总，像这种金丝红翡大概能值多少钱？穆小姐，以我多年收购珠宝的经验，这种100年一见的稀有宝贝有市无价呀。就是我也没收过这种品相的宝贝呢。钱总说的对，这种东西就算上了拍卖会，那也是压箱底的镇馆之宝。拍卖会，城里新鲜玩意儿就是多。拍卖会是什么？拍卖会嘛，价高者得。就这么一小块，若是上拍，起步价少说也得100万。什么？100万起拍，还能翻倍？那我这块说不准真的能有1000万的价钱呢。小姑娘，老夫看你投缘，正好过几天我名下就有一场拍卖会，你若有兴趣，可以让我徒弟陪着你去一趟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，谢谢李老了。穆小姐，这边请。今天的拍卖会是高端私藏场，来的都是圈内藏家。这第一件拍品就是您的金丝红翡，马上就能有结果了。这是拍品目录，您先看看。谢谢齐老板安排了。有什么感兴趣的，可以自己留意。哎，2幅一样的画，真奇怪。2幅画调包了吗？好了，我交换了2幅画的位置，隔着展台那么远，就算李老亲自来，这么远也不可能看出差错。好，我表叔李老已经被我支开了，只要我用买仿品的钱拿下真画，再倒卖去国外，不仅能还上赌债，我的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。请大家入座。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第1件拍品——金丝红翡。起拍价8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万。850万，1000万，1500万，1500万1次，1500万2次，1500万3次
恭喜这位先生拍得金丝红翡。恭喜穆小姐，这金丝红翡翠拍卖的1500万，您这是今晚全场第2高价。这才第2高价？对，第1高价多半是您刚刚看的这幅《秋山隐逸图》。这幅画是我师傅李老鉴定的明代真迹，起拍价应该是500万，成交价估计得奔2000多万去了。2000多万？那这一幅，这2个怎么一模一样？这另一幅是国内一位老师的仿品，功力极深，岂可乱真，价钱要低不少。原来如此。接下来是第2件拍品，《秋山隐逸图》的当代仿作。出自国内名师之手，起拍价10万元，请各位出价。后有真品，仿品一般很少有人会买。12万，15万，2300万，涨价这么厉害的，会是仿品？15万一次，不对，15万2次，这次真品有问题。20万，穆小姐，您对这仿品有兴趣？这价格摆明了不对，我就是不感兴趣，现在也感兴趣了。啊？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，李老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。50万。这位先生出价50万，果然有问题。100万。啊？100万？穆小姐，这仿品价格不能这么叫吧？这已经远超它本身的价值了。齐老板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仿品，而是真真正正的正品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负责这场拍卖会的可是我师傅的表侄子，怎么会出这种大乱子啊？要是真的不可能，人家怎么能给我抬到50万，给我竞价呢？150万。看吧，都150万了，你现在还觉得这只是普通的仿品吗？我现在马上申请终止这场拍卖。拍卖终止，拍卖终止。各位来宾，抱歉，出现紧急情况，本轮拍卖暂缓，请大家稍等。齐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拍卖正在进行，就算你是我表叔的徒弟，也不能这么任性吧？李经理，穆小姐说展台上的2幅《秋山隐逸图》可能被调换了位置。胡说八道！就2幅画，就算我表叔李老来了，也得凑近细看才分得清。你一个小丫头，离展台这么远，张嘴就说画被调包了。李经理既然这么确定，那就请李老先生过来一看，不就知道了？你什么东西？我表叔也是你想请就请的。来人，把这个捣乱的赶出去！住手！住手！师傅，这位孟小姐可是我的贵客，你怎敢在这里大呼小叫的？表叔，实在是这丫头口出狂言，张嘴就说这2幅画有问题，这怎么可能？流程我都核对过的。李爷爷，事关2000万的天价拍品，保险起见，还请您亲自去看看。去，把2幅画都拿上来。是，师傅。这幅就是刚才被标着仿品起拍的。这纸质、墨色、印章，这明明是真迹，为什么会标成仿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表叔，说，我欠了一屁股债，我赌输了，我走投无路，才会打着拍卖会的主意。表叔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混账东西！你爹要是知道你糟蹋祖宗的名义，在九泉之下也不单生。保安，带下去报警处理。你到警察面前求情吧。表叔，我不敢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表叔。穆小姐，今天多亏有你啊，不然这2000万的拍品丢了不说，我的拍卖会和我李长风一辈子的名声也得跟着毁了。穆小姐，请收下。这里面有500万，我这次欠了你一个大人情，往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找你李爷爷。穆小姐，日后若需要翠玉坊，齐某也定当鼎力相助。李老、齐老板，你们太客气了。没想到来拍卖会一趟，居然还有意外之喜，我得赶紧回家跟我妈分享一下。妈，我回来了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哎，妍妍回来了，快看妈买了什么。此
瓶啊，清代的。我无聊出去逛了逛，碰见有个老相识在古玩街开店，他店干不下去了，清仓处理，便宜卖给我的，才200块钱呢。这离清代可差得远呢。不过妈开心就好。妈喜欢就行。哎，等等，妈，你刚才说你朋友古玩店干不下去了？哎，是啊，就那条古玩街叫……富贵轩。他说他没背景，没人脉，周围店都背靠大树，他竞争不过，实在撑不下去，正想把店盘出去呢。我自己虽然在城里赚了钱，但妈整天待在家也确实无聊，开个店不是正适合她吗？况且现在有李老这位鉴宝大师的人情在，还怕开不下去？妈，你那个朋友的店在哪？带我去一趟吧。你去干什么？哎，你想把店盘下来？对，盘下来。妈，你来当老板，女儿我呢，给你当靠山。钟老板啊！哎呦，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会是来找我退钱的吧？木姐，这个花瓶虽然不是清朝的，可200块我也没多收你啊。钟老板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来退钱的。听说您这店想转让？你们想盘店？你们娘俩的情况我也知道些。你们有这闲钱吗？况且这行水深得很，对面的沈氏可不好相遇。你年纪轻轻，怎么可能对付得了那些老油条？钟老板放心，钱不是问题，这店我自有办法盘活。您开个价吧。得，我也提醒过了，你还执意要，我也没办法。这个店转让费5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好，50万，现在就刷卡吧。啊，你真有这钱啊！谢谢谢谢。那现在开始，这个店就是你们的了。我把东西收拾收拾就走了。再见，钟老板。女儿，这就盘下来了。对，妈，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店了。咱们收拾收拾，换个招牌，尽早开业。我女儿就是能干。老板，对面富贵轩换老板了，是个小丫头，听说马上就要开业了。小丫头有什么好怕的？哼，迟早混不下去。等她开业的时候，我倒要让她看看谁是这条古玩街的老大。是，老板。祝贺恭喜开业大吉啊！开业大吉啊！哼，敢在我沈山对面开店，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一点颜色瞧瞧。走。老板，我好像看见崔玉芳的齐老板了。你眼神不好吧？崔玉芳的齐老板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来他这破店的开业仪式？是。真是齐老板，钱氏集团钱老板也在，鉴宝大师李老先生，这丫头到底什么来历？走。哟，这位老板带着这么多人，气势汹汹的，是来给我富贵轩道贺的，还是来砸场子的？哎呀，哪儿的话，道贺当然是道贺了，还不赶紧给穆老板道喜啊！祝穆老板开张大吉，财源广进，财源广进呐！哎呀，各位都在呢，那我先忙啊。恭喜穆老板开业大吉，往后这古玩街可要热闹喽！恭喜啊，穆小姐，这店位置选得好啊，招牌也亮堂，这一看就是旺铺之象。今天多谢3位来捧场了，真是沾了3位的喜气了。多亏有你们的照顾，我们娘儿俩才能在城里站稳脚跟。哪有啊，你的女儿帮了我们不少忙，倒是真的。穆丫头，你这店开得巧啊！过些日子我们古玩街要举办一场鉴宝大会，这可是露脸的好机会。鉴宝大会那是什么？
就是主办方出几件宝贝，大家一起鉴赏品评，最后每家选一样。若你选的那件价值最高，那可是会上古玩街新闻呢。今年是首富梁家举办，场面不小。以你的眼力，去了肯定能拔得头筹。原来如此，那李老，这鉴宝大会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巧了，就在这个周末，你拿着我的推荐信去街尽头的古玩总行报名，还赶得上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还有没长眼睛啊！哪来的乞丐，脏死了！我是来卖宝贝的，我不是乞丐。现价60万，1周后涨到600万，这老人绝不是普通人，能结交一二最好，不行的话就当是日行一善。你还敢顶嘴？住手！哎呀，老伯，你没事吧？你又是哪来的乡下丫头？敢在总行跟我梁家大小姐梁芊芊撒野？我只是阻止你欺负弱小，怎么算撒野？你身为首富千金，这样欺负一个老人家，这就算传出去，梁先生脸上也无光吧？你算什么身份，也配提我爷爷？来人，把这3个闹事的通通给我轰出去！我是李长风李老，来推荐参加鉴宝大会的。李老先生推荐又能怎样？我说不许就不许，赶出去！芊芊，住手！回国了就少摆大小姐架子。梁家祖训，慧眼识宝，以诚待人。哥，他们……老爷子里有规矩，凡是推荐信者，不论身份，皆可参加鉴宝大会。芊芊，给这位小姐和老人家道歉。对不起。小姐，请到内厅登记。妈，你先陪这位爷爷去旁边饭馆吃点东西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好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哎，妍妍，总行的那些人没再为难你吧？妈，没事儿，已经登记好了，就等周末参加鉴宝大会了。丫头，这个送你，就当谢礼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看得出它贵重？我就是觉得这瓶子挺好看的，这肯定不便宜。哈哈，你这丫头啊，眼力不俗，心思也正。不过我这送出去的礼，就没有往回收的道理。拿着吧，你应得的。谢谢爷爷。哈哈，这老爷爷什么来头？怎么说话神神秘秘的？妈，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抱着60多万的花瓶乱晃，这老先生绝非常人。这次大会，梁家是主办方，来的都是业内顶尖人物。不过你放心，正常发挥便好。谢谢钱老板提醒。你就是今天的评委，我有件事要你办。大小姐，您吩咐。这不合规矩吧？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50万。欢迎各位莅临本次鉴宝大会，只需要在30分钟内挑选价值最高的宝物，经过估价，价值最高者可直接带走。接下来比赛开始。神眼神眼，你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。涨幅都不大，就它了。穆小姐，你选这个，这镇纸器型古朴，但陶制粗糙又色暗，1-20万顶天了，不像是能夺第一的宝贝。
我看这东西有眼缘，我就选它了。齐老板，我觉得你旁边的那个白玉摆件，或许会比你手里的好。距离选定结束还有10分钟，请各位选好宝物后，交与身旁工作人员登记。这里面最高也就1000万左右，看来这次的魁首非我莫属了。哼，敢在我家的地盘上得罪本小姐，等着瞧吧。接下来评审工作正式开始，请各位评委对各位的宝物进行鉴赏、估价，如有异议，可现场提出。有请第1位嘉宾。玉质温润，雕工流畅，是清朝中期苏州宫的好物件，保存完整，市场价值不低。综合看来，价值500万左右。哎呀，惭愧，多亏穆小姐提醒，穆小姐眼力这方面没得说。您选的宝贝肯定价值更高。应该快到我那件了。有请第2位嘉宾。陶制确显粗朴，但形制古拙，有汉晋之风啊。纹路也够独特的。这件器物火工粗糙，纹饰模糊，依我看，最多就值10-20万。10-20万，这离神眼的估价差的也太多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哼，原来是你搞的鬼。我反对。有人反对梁家评委团？这小姑娘谁啊？梁家评审也敢质疑？这位姑娘是要分场合的，这个是经我们评委团一致评定。一致鉴定？我看你是受了人指使，昧着良心说话吧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现代仿品，而是东汉祭祀所用，不可能只值100万。你胡说八道，扰乱大会秩序！哥，这种人就是来捣乱的，总不能让他胡搅蛮缠，毁了1年1度的鉴宝大会吧？保安，梁芊芊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孙女儿！你可真是我的好孙女啊！我跟你江爷爷在楼上看了许久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江爷爷，他不是前2天的那个乞丐吗？混账！想当年，你江爷爷带我入的古玩行，没有江爷爷就没有梁家的今天。你这丫头出国多年，一身臭毛病，口出狂言，出言不逊，还敢串通评委弄虚作假。你就是古玩界的泰斗江云鹤江大师啊！原来这爷爷来头这么大，我倒要看看这梁大小姐还怎么针对我。他是江云鹤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混账，还敢出言不逊！保安，来把他带走，关禁闭。爷爷，我错了，好好反省反省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爷爷。这位评委，您还要坚持着正直，只值20万吗？那我再看看啊。不用看了。陶制虽粗，但材质厚重，云饰是典型的东汉祭祀云雷纹。听这声音，埋土1000年，火气进退。这尊黑陶祭祀镇纸，市场估价至少2000万打底。2000万，刚才还10-20万呢。这梁家评委团真不行啊！
这姑娘了不得，能从一堆宝贝中捞出这个，这下赚翻了。估价最高的可以直接带走，这不直接进账2000万？多谢江爷爷主持公道。好，2000万，这可是我们拍卖会上最高的了。世文，不出意外，这个慕言小姐就是魁首了吧？本届鉴宝大会的魁首是慕言小姐。按照规则，这个黑桃镇纸属于她了。江爷爷，今天多亏了您出面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丫头，是你自己有本事在身，我只是还你一个公道而已。前几天啊，老姜就给我提起过你，说有一个女孩啊，眼力堪比那个老江湖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厉害，比我膝下那几个眼高于顶的孙辈强多了。梁爷爷过奖了。两位爷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还得回去跟我妈报喜呢，不然太晚了她会担心的。你快回去吧，代我向你母亲问好。老姜，你这一个人过了几十年了，年龄上来了，是想收个小辈儿，膝下承欢？哎，这女孩孝顺，眼力啊又是1等1的好，要是喜欢，收做孙女儿也不错啊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我70大寿过了再说也不迟。得，到时候我派人把这位穆小姐和她母亲一并请来，也热闹热闹。妍妍回来了，这是妈，这是鉴宝大会的魁首奖品，东汉黑桃镇纸，估价至少2000万呢。我的好女儿，你可真是妈的福星！恭喜穆小姐，这下富贵轩的镇店之宝都有了。穆小姐，齐老板。穆小姐，齐老板，我这次来是特地来恭喜穆小姐夺魁的。梁先生客气了，梁先生这次来不仅仅是为了道喜吧？穆小姐果然聪明。过几日啊，便是江云鹤老先生的70大寿，他与家祖父是挚友，家宴是在梁府，而且特意叮嘱一定要请穆小姐赏光。妍妍，他们这是看中你了，你可要抓紧机会，多在他们面前显露显露。我一定准时到。那便恭候大驾，告辞了。江老爷子待我不薄，这我也不能空手去啊。我听闻江老爷子平生最爱2样，其一奇石美玉，2是珍稀木材。这奇石美玉难得，但珍稀木材雕件或许还能寻一寻。木材，我记得古玩市场那边是不是有个专门的木料区？没几天了，我现在就过去看看。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这儿的东西料子不错，可是都是平常物件，拿去贺寿实在不妥。什么玩意儿？10万？这破木头疙瘩，你抢钱的刘小鱼！就是把我们当冤大头，不要了，退钱，退钱。360万，这少年年纪轻轻，手艺了得呀！穆小姐，那边好像起冲突了，咱们挑完东西快走吧。咱们今天为了这手艺，也得趟一趟这浑水。两位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你们不买就不买，退人家什么意思？再怎么样，人家10万的东西，你们赔吗？切，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了，我们走。谢谢姐姐帮忙说话。你这木雕卖10万？姐姐也觉得不值吗？
这可是我祖传的东洋木雕的手艺。穆小姐，这木雕，这手艺是精细，但送给江老爷子是不是有些稚嫩了？那是因为木料不够好，这手艺可是顶级的。我想请你帮我做个木雕，10万，怎么样？我孙儿，你怎么了？奶奶，没事儿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好，去吧。我可以雕，但是我要20万，20万才够奶奶的医药费。这卡里有50万，30万为你买木料，其他的都给你，当做你的酬劳。做好了，送到古玩街，富贵轩。好的。阿姨。啊，哎呀，孩子，这么早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刘小鱼，这才2个晚上你就雕好了吗？姐姐钱给够了，我不尽心怎么能行？我这2天没怎么睡，这是买料子剩下的钱，我没乱花，也没偷工减料。1500万，这手艺配上顶尖木料，果然非同凡响。江老爷子一定喜欢。哎，拿回去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快带你奶奶看病去吧。谢谢姐姐。万事俱备，只等寿宴了。土包子，今天我一定要压过你。芊芊，你又想被关禁闭了？穆小姐，欢迎欢迎，寿宴快开始了，快进吧。今天祝福我们鉴宝界的泰斗江云鹤先生70大寿，福荣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祝江老爷子寿比南山。我早打听过了，这土包子带来的是个小孩雕的破木头，肯定比不上我准备的礼物。哈哈哈！啊啊！哈哈哈哈！江爷爷，之前是芊芊不懂事冲撞了您，这次啊，我特地的准备了一份大礼。既是贺寿，也是赔罪。这是国际知名画家徐悲鸿的骏马图真迹，我特意托人从海外拍卖会重金购得，献给江爷爷。真是徐悲鸿的真迹啊！这得多少钱啊？杨大小姐好大手气。哈哈哦，徐老的骏马图，200万变500，跌价这么快，这幅画是假的。芊芊，你终于懂事了。妹妹有心了。一点心意罢了，总比某些人拿着破木头疙瘩糊弄人强。如果这画是真迹，那自然是份厚礼；但如果是假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这画是假的？江爷爷大寿，我怎么可能会拿假画来糊弄？慕言，你是何居心？是真是假，请江爷爷亲自鉴定一下就知道了。这纸质，这黑色。芊芊，你这画是从哪得来的？从国外正规拍卖行买的，有证书。芊芊，你被人骗了。不可能，我花了300万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：国际警方近日破获一个跨国艺术品造假团伙，其创作的名幅画作已流入市场，有骏马图、蒙娜丽莎图等其他名画。哎呦，刚刚新闻报道的，查获了国外的造假团伙，这幅画是假的。
老姜啊，对不住了，芊芊眼拙，没能看出来扫你兴了。孩子也是一片心意，只是被人蒙骗了，无法。既然我的话不入流，那就让我们看看穆小姐准备了什么至宝吧，一定是什么很了不得的宝物吧。齐老板，还真是木雕啊，在拍卖会上出尽风头就送这。果然是一个木雕，听说还是找了个半大孩子雕的。穆言，你就拿这种地摊货来对待江爷爷的七十大寿，你也太不把江爷爷放在眼里了吧。这是东洋木雕。丫头，这雕工可是出自东洋木雕一脉。爷爷好眼力，听那孩子说，祖上正是东洋木雕的传人。我祖籍便是东洋，这技法是我离家几十年都难得一见的正宗手艺啊！丫头，这份礼太重了，你有心了。不过就是个破木头，江爷爷，您别被他给骗了。丫头，我老头子一生无子无女，今天我想认你做干孙女，你可愿意？干孙女？江老一生无子，那些收藏的宝贝岂不是要便宜了这？芊芊，好事，天大的好事啊！穆夫人，你可否让女儿多一个爷爷来疼啊？愿意，当然愿意，这是妍妍的福分。恭喜啊，姜老！恭喜穆小姐。丫头，你怎么想？爷爷在上，受孙女一半。没想到我江云鹤古稀之年还能得这么一个聪慧孝顺的孙女。乖孙女，等一会儿宴会散了，跟爷爷去收藏室，爷爷那有些小玩意儿，随便看，随便挑，就当见面礼了。好，谢谢爷爷。看，这些都是。这幅啊是唐伯虎早年的山水，这尊啊是唐三彩马，这方砚台是苏东坡用过的，随便看，随便挑，看中哪件直接拿走。这些肯定都是爷爷精心收集的，爷爷对我这么好，我可不能把他心尖上的宝贝拿走了。这个最便宜，意思意思就行。爷爷，我就要这个了。这个孙女儿，除了这个，别的随便挑。这尊玉佛是你梁爷爷当年与我相识时特意从国外请回来的，说是花了大价钱。他说要是我落魄了，这佛能卖了换钱帮帮我。只是不久后我靠鉴宝发家，一直就没用上，他就成了我们兄弟情谊的念想。卖了换钱？可这玉佛根本不值钱呢。难道是梁爷爷当年被骗了？还是梁爷爷故意送了一尊假佛来？爷爷，可是这佛……哎，原来你们爷孙俩躲在这儿说悄悄话呢。丫头，我今天啊刚得了个天大的秘密，正准备啊告诉你们两个呢。什么消息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？哎，丫头，要不是你呀今天认了老姜做爷爷，成了自己人，我都不敢说。梁爷爷跟姜爷爷感情看起来真的很好，这玉佛的事说不定当年真有什么误会，我现在说破反而让两位老人心生嫌隙，还是先看看梁爷爷说的好消息吧。卖什么关子，快说。最近啊有一幅古画残卷流落到城西的聚宝拍卖行，这个画啊有意思的很，背负诅咒之名，然而呢谁得到这幅画谁就破产，所以晦气的很，一直流拍。那好消息是，哎呀，这幅画啊很稀奇，很稀奇的是什么？据圈内说，这画上可能隐藏了一幅藏宝图。藏宝图？早些年
我倒是听过藏宝图的传说，有些富商和前朝遗老喜欢把藏宝线索借画作古迹掩饰流传，只是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我鉴宝了几十年，从没有见过这种带线索的宝贝。爷爷，梁爷爷，不如让我去吧，我对这画挺感兴趣的。既然它是藏画，又带着这种离奇传言，去见识一下也好。藏宝图，我的神眼在手，想鉴定这画是不是带着巨额宝藏，再容易不过了。如果是真的，势必引起轩然大波，到时候我跟我的富贵轩一定能名震安城。我看行，成，就你去。不过嘛，带上我家世文和芊芊，让他们跟着一起啊，长长见识。带上他们，这位梁大小姐都快恨死我了吧？带上他，哎，算了，梁爷爷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，但愿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成，听梁爷爷安排。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以为认了个干爷爷就飞上枝头了？等着吧，我早晚会把你赶下来。梁大小姐，我劝你最好闭嘴，一会儿那话还要靠我这土包子鉴赏呢。万一因为你多嘴错过了什么，担待得起吗？穆小姐，舍妹无礼，见笑了。梁先生，我们快走吧，拍卖会快开始了。接下来是今晚的特殊拍品，第079号明代无名氏山居残卷。这就是那幅谁买谁破产的画。晦气，谁敢买啊？听说上一个藏家真破产了，这画流拍3次了吧？8000万，这不是一幅普通的画，而是矿脉图，甚至具体到南陵矿脉了。这幅画真的藏着至宝。喂，看够了没啊？这到底是不是宝贝啊？你别是装模作样的。芊芊，安静点。这幅画确实是宝贝。当真？山居残卷起拍价80万。100万。150万。150万一次。芊芊，别胡闹！胡闹！反正这画最后都是要拿回去给爷爷的，谁拍下来有什么两样？我愿意出钱买下，你们还得谢谢我。150万2次。算了，梁先生，拍到画最重要，谁拍都一样。150万3次。成交，恭喜这位小姐。我的了。穆小姐大度。总觉得这梁芊芊不对劲儿啊。罢了，左右画是到手了，先回梁家，把矿脉图的秘密告诉2位爷爷再说。爷爷，画我拍下来了，这真是宝贝，里面肯定有藏宝图。好啊，不愧是我梁晓东的好孙女啊，眼力非凡啊！爷爷，这幅画能肯定是宝贝，多亏了穆小姐的眼力。哎，这是哪里的话？芊芊说了，钱是她出的，钱货两清，没错吧？那这画自然功劳是芊芊的。当然，我出的钱，当然就是我拿到的。等我找到了宝藏，我看谁还敢说我梁芊芊不是新晋的鉴宝大师。穆小姐不会有意见吧？梁爷爷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老梁，这不合适啊！功劳归属，你我心知肚明，你不管管？老姜，我梁家好不容易出了个能光耀门楣的鉴宝大师，你让我管什么？怎么，只许你姓姜的后继有人收了个好孙女，就不许我梁家也出一个有能耐的后辈了？来人，送姜老和穆小姐回去，我明天就找人登报，头条就是我梁家千金梁芊芊慧眼识珠，发现了古画里的藏宝图。
到时候我家芊芊的名声啊，一定不输你江云鹤的干孙女儿。走。傻眼了吧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其实我爷爷早就看你和这个老头不顺眼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真没想到，最后是我这50年的至交兄弟给我摆了一道，连累你了，孩子。爷爷别担心，他们要赶人，我们先回去就是。这件事情还有转机。孙女儿，梁晓东这招真是打得我们措手不及。话在他手里，藏宝图的消息一旦公开，梁芊芊就能踩着你的名声上位。你说的有转机，可是真的？爷爷别着急，他们虽然知道了那是藏宝图，也拿到了画，但什么？但想要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宝贝，在哪里，还得费一番心。我们只要在他们之前拿到了这个宝藏，就算他们造再大的声势，也是白搭。你知道那里面藏的是什么？我再怎么样也是你这位鉴宝界泰斗的孙女，我自然有我的本事。不过关于里面的宝贝，光靠我们俩还不够，还得找些帮手。你打算找谁？我明天就去联系一位老板，他路子广，人脉深，他一定有办法，应该能帮上忙。到时候我们一起商议。好，爷爷听你的安排。梁芊芊，你想踩着我上位，那就看看到底谁更快一点。江老，穆小姐，今天怎么有空一起来我这儿啊？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？齐老板，您开店这么多年，一定对原石进货渠道有一定了解吧？原石渠道，那当然。穆小姐是想买料子，我可以介绍几位靠谱的矿主给你。不是想买，是想卖。卖原石？穆小姐手上有好料子？不，我是想卖一条矿脉的消息。矿脉？那藏宝图里藏的是矿脉？而且还是价值连城的玉石矿脉。穆小姐，你这消息靠谱吗？齐老板，你不信我？不是不信，这事儿太大了，我一个小小的店主做不了这么大买卖，我得跟我背后的东家商量。这样，我请我们齐氏的东家跟你见面细谈，成不成，都算我齐名尽力了。行，那就麻烦齐老板了。东家，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穆言穆小姐，这位是江云鹤江老。坐。久仰穆小姐大名，鉴宝大会一战成名，如今又是江老的干孙女儿，真是年轻有为。齐总过奖了。听齐明说，穆小姐手里有一条矿脉的消息。而且我还能确定这条矿脉的具体位置。如果确认过消息属实，我齐氏可以允诺1亿作为酬谢。穆小姐还有什么其他要求？爷爷，梁家那边。齐总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如果这条矿脉被成功开发，我要求登报宣传，并且点明这矿脉是我穆言发现的。这当然，功劳本来就是你的。矿脉在哪儿？我们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核查。南岭。好，穆小姐爽快。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协调勘探队，咱们即刻出发。齐总，这地方地表特征不明显，不太像有矿脉啊。仪器反应也很弱。仪器反应也很弱啊。就是这儿了。
两位可以先挖一下试试，往下3米左右。啊，哦。还真有东西，是原石，质地很纯。东家，你看这成色，咱们要是把这片地开发了，以后就不用去国外高价进口了。穆小姐果然是慧眼啊！如果能成功开发，我答应你的1个亿，不，5亿，如数打到你的账户，再请全城记者来采访。好好登报庆贺一番。谢谢齐总。妍妍，爷爷真是后继有人啊！这下，咱们也不用怕梁家再生什么乱子了。找到了，这引线指向就是南陵。爷爷，那我们赶紧公布消息，就说我梁芊芊破解了古画秘密，发现了南陵矿脉图。好，等这消息啊全城散布出去，全城都会说我梁家出了个鉴宝奇才，而且还是能鉴出矿脉图的奇才。穆言恐怕是要气死了吧？真不枉我们整整研究了1个星期呢。好，我现在啊就给媒体打电话。老刘啊，我告诉你一个重磅新闻，我孙女啊芊芊在古画里发现了一幅矿脉图。矿脉图？梁老，你说的该不会是南陵矿脉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现在全城记者都在齐氏集团楼下采访呢。穆言穆小姐早一步发现了南陵矿脉，齐氏已经开发1半了。梁老，我先挂了啊，我也得赶过去抢新闻。什么？穆言早知道，现在正在被采访。哎，不行，不能让他得逞。走，去齐氏集团。穆小姐，请问您是怎么发现南陵矿脉的呢？是否有姜老的帮助？胡说！胡说！啊，快拍下来！啊，哎呦，那矿脉根本就不是穆言发现的。怎么回事？梁老也来了。梁老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情况？老梁啊，你若是与我有什么怨，大可以直说，何必牵连我孙女？冤？那南陵矿脉是藏在藏画里的，那藏画是我孙女真金白银买下来的。你们定是在哪儿偷听了风声，否则你们怎么会知道南陵矿脉？怎么知道的？当时在拍卖会，藏画是我先举的牌，就那一眼就够我知道的了。不可能，我们研究了整整1个星期才破解。你说你一眼就看出来了？就是你爷爷也不敢说自己有这样的眼力吧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跟你比一场。比？你想怎么比？比？你想怎么比？当然是比鉴宝。2天后就在古玩街，我们各自在古玩街中找出一件自认为最有价值的古玩，当场公开评鉴，价高者胜。哼哼，又是这一套。上次鉴宝大会，就是你买通评委，要我孙女宝贝的价。这次评委是谁？难不成又是你梁家的人？这次评委不会是我们梁家人，当然也不会是你。既然怕有偏袒，那就让古玩街所有的店主、行家现场共同品评，大家眼睛是雪亮的，这总做不了假的吧？既然是比试，那总得有点彩头吧？梁大小姐想赌些什么？我赢了，南陵矿脉，你必须承认是从我这儿偷的消息。从此，还有你那件富贵轩也得归我，以后不得从事任何鉴宝行业。我去，这个赌约看不来真的呀！可以。那如果我赢了，我要梁家的古玩总行
古玩总行，那可是梁家的根基产业。爷爷，我被姓姜的压了几十年，世人只知道姜云鹤，谁人知道我梁晓东？答应他，今天我们梁家的颜面必须挣回来。赌就赌，慕言，我们古玩街见真章。梁老，您找我们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梁家在古玩街经营总行多年，平时没少照顾各位的生意吧？是，多谢梁老照拂。好，到了各位该出点力的时候了。待会儿品鉴该怎么说，不用我教吧？这众目睽睽，记着又那么多。古玩的价值本就是见仁见智，我孙女儿选的东西自然是极好的。至于那个乡野丫头嘛，哼！梁老放心，我们明白，一定帮梁小姐赢下这场比试。事成之后，你们所有人的租金啊减30%。哎呀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里就是即将举行鉴宝对决的古玩街。本来我以为我采访那条古董流失案能登头条呢，看起来得被这场对决给压下去了。唉，别聊了，他们来了。爷爷，这次比试我一定要赢。爷爷会打点一切的，你放心吧。爷爷，是爷爷连累你了。梁晓东是冲着我来的。姜老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当初在鉴宝大会，要不是您仗义直言，妍妍说不定就被他们欺负了。是他们居心不良，跟您没关系。爷爷妈，你们放心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神眼在手，任他梁芊芊有什么阴谋诡计，也绝对赢不过我。两位，请开始挑选。啊！2800万变9800万，这不是普通的古董，这是流失在国外的国家文物。古玩界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雕工古拙，有汉风，玉器也不错。爷爷，你确定选这个？梁家盘踞古玩街多年，梁芊芊能调动的资源和人脉不可小觑。他选的东西恐怕……爷爷，放心吧，就他了，我赢定了。这古玩街也该换个主人了。时间到，请两位出示参选宝物。梁家小姐的成色看起来真不错呀。穆小姐那个灰不溜秋的是玉吗？你就拿这个跟我比，开始评鉴吧。哎呀，此物乃是明朝宫廷制式，竟然保存得如此完好，难得，难得呀！工艺精湛，市场价值至少这个数。500万，只多不少。梁小姐不愧是家学渊源，眼光毒辣呀！那块绿色的为青玉材质，雕工嘛还算不错，但玉质材料算不上上的，染色也杂，器型太小。这种汉代玉器，小件市场上不少，50万顶天了。穆小姐毕竟年轻，接触高端精品少些，
能选到这件已经不错了，但跟梁小姐的比，怎么回事？之前看穆小姐鉴宝挺厉害的，怎么这次她不会要输了吧？会不会是梁家又买通了评委？这么多评委都买通，不可能吧？500万，跟我那上亿的国宝比，这梁家果然又动了手脚。可惜你们算漏了一批。我宣布，这次比赛……等等，这场比赛我是不可能输的。你干什么？想耍赖？江云鹤，你怎么就教出这个输不起的孙女呢？凭什么敢这么说？我就凭这是国家流失在外的1级文物，谁敢说它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古董？国家1级文物，真的假的？等等，我好像看到过新闻，前段时间确实通报过一批文物失窃。你胡说，这明明就是一件普通的古玩，怎么可能是文物？我赢了，证据就是我。梁芊芊，这如果真的是文物，你现在抢砸就是刻意损坏文物罪。你难道想进局子喝茶吗？芊芊，回来！你少在这吓唬人，谁不知道你是为了赢，随口瞎编的？是不是瞎编的？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在场有没有文物专家？上台一看便知。那个，我跑文物口新闻的，听说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小组正在城里调查失窃案。说不定就在附近呢。什么？不用找了，我们在这儿。国家文物局马称，这件东西与我们通报的失窃的西汉玉雕特征非常相似，可否让我们进一步鉴定一下？请。经过初步比对，纹饰、尺寸、玉质，这确实就是失踪的那件西汉玉雕。国家1级文物。什么？真的是文物啊！我的天，真的是国宝啊！我的天啊！真的是国宝！真的是国宝！这姑娘神了，从一堆货里精准捞出国家文物。观众朋友们，鉴宝对决结果已经毫无悬念了。慕言小姐选出的竟是国家1级文物，其价值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。这场比试，慕言小姐胜。不可能，我不同意，她一定是作弊，不然她怎么可能一眼就能认出文物？江云鹤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能有一个这样的孙女儿？我梁家子孙难道就比不过你一个靠运气走到现在的？这话从何说起？妍妍靠的是天分和努力，我也是白手起家，与运气何干？难道是因为那尊？你就是个徒有虚名的骗子！50年前那尊白玉佛分明是我在地摊上买的假货，可你呢？你连真假都分不出，还当宝贝供着。以你这样的眼力，凭什么被尊为泰斗？凭什么压我梁家几十年？就是说实话，他这眼力可不行啊！梁爷爷，你想错了，我爷爷早就看出来那尊佛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白玉做佛不可能完整的保存50年，这期间我爷爷肯定早就看出来了，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尊佛，我第一眼就看出是仿品，但那是你我兄弟情谊的见证。我以为你是真心的帮我，哪怕东西是假的，心意是真的。所以我一直没说破。没想到这份情谊在你眼中竟成了算计和羞辱。不可能！梁老先生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，这件国家1级文物为什么在古玩街你的摊位上？我们需要一个解释。东西是从那家店流出来的。不关我的事儿，
给我总行统一配的货，我们街上一半的货都是从总行进的。立刻联系警方。梁老先生，现在看来您需要跟我们一同回去协助调查了。完了，爷爷。爷爷，张老，快看，梁家妇女涉嫌倒卖国家文物，证据确凿。昨天正式批捕了，新闻都登了头条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对了，爷爷，之前赌约里梁家的古玩总行不是输给你了吗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接手？妈，您倒是提醒我了。爷爷，梁家一倒，正是我们扩张的好时候。我打算把总行改成木氏古玩，作为富贵轩的总店，您觉得呢？哈哈，好主意！那地方位置好，面积大，好好装潢一番，肯定能成气候。行，那我这就喊人去收拾。恭喜穆小姐，这下整条古玩街就属您的铺面，最大最气派了。真是没想到咱们能有今天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梁家这是咎由自取。爷爷，以后这担子可就交给你了。请问是慕言小姐吗？有您的特快专递。谁寄来的？国家文物局邀请我前去会谈。好事儿啊！好事儿，肯定是为上次找回文物的事儿。若能得到国家文物局认可，你的名声可不仅仅在咱们城里了，说不定能传遍全国。好，那我就去会会。穆小姐，感谢你上次协助我们找回西汉玉雕，但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那起失窃案，我们丢失的不只是一件玉雕，而且还有一大批同样珍贵的古代文物。这些珠宝下落不明。是啊，我们得到线报，这批珠宝被犯罪分子隐藏在大量的仿制品当中，打算分批出手。目前我们锁定了一个地下交易窝点，就在城郊，我们需要有人混进去，精准地找出混在里面的珍品文物，为我们取证和抓捕争取时间。林局长的意思是让我去？没错，你的鉴宝能力我们有目共睹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是最稳妥的办法。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痴迷珠宝的富家小姐身份，并对你进行贴身保护。你的任务就是辨别真伪，尽量拖延交易时间，直到我们的人到位。事成之后，国家文物局会授予你特别贡献奖章，并有1000万奖金作为报酬。好啊，感谢你的勇气。车子就在门口，身份资料和通讯工具都在车里，记住，安全第一。穆小姐，里面就是目标地点，我会陪您一起进去，保护您的安全。神人，这次就靠你了。走吧。大哥，又来个有钱没处花的大小姐，这些富家女听说有文物珠宝就往上扑，实际上懂个屁，就知道挑好看的。谁傻钱多才好做生意嘛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不少市面上都找不到的好东西，可别拿次货忽悠我。哪能啊，大小姐，来，这都是我们的珍藏品，让这位贵客好好挑挑。规矩很简单，200万一次，任选一件，运气好了，您挑的是真文物，那价值连城；运气一般，也是上好珠宝，不亏。这可都是缅国出来的特殊货源。那我可得好好挑挑。找是找到了，不过现在外面文物局的人还没到位，得装一装，糊弄一下他们。前面几批人没一个认出真货的，这次咱们照样稳赚。别多嘴，小姐，看好了吗？咱们这儿的规矩是先交钱再挑货。这里有1000万，
够交5次了吧？哎，够了，够了。当然，您随意。钱来的真容易，果然人傻钱多。嘿嘿嘿嘿。这个胸针跟我的裙子挺配的。哼，这个也好看。这链子可是便宜货，果然是没脑子。2次了，还剩3次机会。这个样式虽然有点老气，但我妹妹就喜欢这种古旧调调，送她好了。应该是运气吧？肯定是运气，不然哪能那么随便扔包里？还有2次机会。这个款式怕是找不出第2件了吧？送给我妈好了。她是不是真认出来了？怎么连2件都……闭嘴，去查查安城有没有一个姓穆的千金。嗯，最后1件了，准备就绪了，穆小姐可以了。就它了，3件齐了。你刚刚都是装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大哥，我查出来了，安城最近有个鉴宝大师，就叫穆言，就是他。穆言，你找死！不许动，你被包围了。啊，带走。穆小姐，这次真是多亏有你啊！不仅找回国宝，而且还帮我们打掉了一个跨国犯罪团伙。3件文物，1件不少。自古英雄出少年啊！哦不，出巾帼。下周我们国家文物局将进行表彰大会，届时会为你颁发特别贡献奖，另外还有1000万的奖金，请你一定到场。那我能带我爷爷和我妈妈一起来吗？当然了，他们能去是我们的荣幸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位就是近日屡次协助追回国宝的鉴宝大师穆言，年仅20出头，眼力却堪比业界泰斗。穆小姐连续找回这么多珍贵文物，你有什么秘诀吗？哪有什么秘诀，无非是运气好了点，再加上不想让老祖宗的东西流失在外罢了。我的妍妍真的长大了。我这鉴宝界泰斗的位置也该换人喽。穆小姐，谢谢你。